大家好，欢迎收看《采风摄影生活杂志》。今天趁着这么好的天气呢，跟大家聊聊关于拍摄房地产的这点事儿。我们先从拍摄房地产的前期的准备，包括拍摄使用什么器材、拍摄的技巧，还有双方都关心的怎么报价的事儿呢，跟大家聊一聊，让想入行的朋友呢能够分享一些我们的经验，让大家少走弯路。欢迎收看本期的节目，我是大马猫文。如果你想入行职业摄影师的话，我建议可以从这条路开始。原因有3个。第一个呢，就是市场需求量巨大，你不愁没有客户。你像新房、二手房、租赁，包括酒店，还有之前很火爆的 Airbnb， 都是大量需要拍摄照片的地方。我身边有很多的职业摄影师都是从拍摄房地产开始自己的职业道路的。第二一点呢，就是拍摄入门比较容易，因为它毕竟就是一个巨大的一个静物的拍摄，对比像什么婚纱、写真、儿童摄影，需要跟模特打交道、配合这些头疼问题的话，我觉得它需要应对的外界这个影响的因素会比较少，而且呢，你在网上有大量的这个教学以及成品的照片，然后你不愁没有学习的地方。第三一点呢，就是它有很大的一个发展的空间。房产摄影呢，一定是入门非常容易，但是越往后拍，你会发现学问越多的地方。随着你的经验的积累呢，我觉得，刚开始只是说怎么拍摄，怎么选择天气，到最后怎么根据一个房产发掘出它最大的一个表现出最大的优势，这是你不断成长的地方。所以呢，房地产拍摄是不愁没有发展空间的一个拍摄的项目。提前准备的第一项呢，就是跟开发商沟通，跟你的客户沟通。摄影师不是卖照片，摄影师的工作呢是把整个销售工作的一个延伸，把整个项目的卖点通过视觉的方法给它表达出来。所以呢，你要跟开发商充分的沟通，看看你要拍摄的是一个什么样的项目，是要拍一个这种 walkthrough 这个房屋预览的手法，还是要拍摄一个表现整个项目的概念。如果是房屋预览的话，你要把你的相机变成客户的眼睛，把那些不能亲临现场看房的人呢，带着他去看户型、看格局。那如果你要想拍摄这个项目预览，那就需要把整个项目设计师处心积虑的这些设计，通过视觉的方法给它表达出来。那我们可能需要一些摄影的特殊的手法，比如像微距、延时这些摄影。今天我们拍摄的项目呢，是在墨尔本的一个本地的开发公司，叫 Monolight Projects。他们在墨尔本 CBD 和离 City 最近的一个纯自然景观叫 Yarra Bend 正中间的一个项目。Location， 这是它最大的一个卖点。那我们现在在它的一个天台上，设身处地的想一下啊，如果给我这么一个360度无死角环视的一个景观的阳台，我得多开心啊！第二点呢，就计划一个好的天气和拍摄的时间。一个卧室里边如果洒满阳光的话，那住起来肯定是舒服。但是从窗户照进那种硬的光线，对摄影师来说是绝对的噩梦。所以呢，你在拍照的时候呢，最好找一个阴天，或者是这个窗户背阴的时间来进行拍摄，让这个窗户和户外的阳光变成一个巨大的柔光箱，给摄影师一个最好的光源。而且每次在拍摄之前呢，我建议大家一定要到现场里边先去看一眼，了解一下这个户型、格局，尤其是窗户的朝向，为给自己的拍摄留出一个很好的一个拍摄计划。如果要是拍摄外景的话，大家还是喜欢蓝天白云。我建议是专门找一个天气好的天气，专门再来拍一趟。相信我，这点额外的时间绝对是值得的。我一般呢，先会拍一组标准的室内照呢，让自己热热身。就是房间的内景，一般就是像卧室啊、起居室整个环境。虽然拍摄手法和构图呢比较套路，但是也是使用器材最多的一个拍摄，也是自己最熟的。你看会用到相机、镜头、滑轨、脚架、灯光、稳定器等等。然后通过这一组视频呢，来看一下自己的器材是不是带全了。我喜欢用的镜头，一个是像老花的15毫米 f2，没有
即便非常横屏竖直一支镜头，或者腾龙的1728这种超广角的镜头呢，让我在后期可以做一些裁切，还有画面稳定的工作。然后我平时还会带一支90毫米的微距，用来拍摄建筑的细节，还有材质的特写。同时呢，我还有这个40毫米的心头好，拍摄一些主观的感性的画面。滑轨和三脚架这是必备的，然后拍摄画面呢，这种平稳顺滑的画面，让人感觉这种平稳和安顿的感觉。建议呢，在用滑轨拍摄的时候，用不同速度呢多拍几遍，这样你在后期剪辑的时候可以选择最适当的速度和最佳的平稳这个画面。相机呢可以设置成50P， 这样在剪辑的时候呢，可以把速度再放慢1倍，这样让画面看起来更顺滑。稳定器是一定要用的了，这时候我建议啊，一定再带一个独脚架，这是一个超级好用的组合。独脚架呢小巧轻便，但是在使用的时候呢又足够稳定，让它减少了这个稳定器上下的这个移动，甚至呢可以限制它左右的这个不必要的晃动。用好了呢，可以把独脚架加稳定器使出了这个滑轨的效果。超级好用，而且呢，独脚架相当于一个延长的加长臂，然后呢，再拍摄一些表现空间的画面里边呢，你相当于有了一个人肉的摇臂，加上一个低空的无人机。在澳洲销售的所有的房子呢，都是有精装修的开发商一般会在样板间里布置一些家具，让客户感受到真正住进来的时候感觉。当然了，所有的这些不能动的东西都是包含在这个房屋的销售价格里边的，比如像这个厨房、卫浴的设备，这个项目用不用心，主要就是体现在这里边。你有时候看一些名牌的厨卫设备，这都不用说了。但有时候开发商会用一些特殊的建筑材料来提升整个房屋的质感，还有它这个居住的质量。比如像这个从英国专门定制的金属的装置台，就值得去花一些时间去拍一些特写。这些特写镜头穿插在整部影片的全景画面里面呢，也会让观众在观感上觉得张弛有度，看起来非常的舒服。别忘了，在拍摄公寓的时候呢，要拍摄一下公寓的公共设施，这也是客户在购买项目的时候一个重要参考的一个部分。比如像车库啊，还有一些公共空间。其实像这个项目的比较特殊的地方，就是有一个一览无余的一个无敌的天台，因为它比较特殊的这个所在的地理位置，能够把这个墨尔本整个的城市花园尽收眼底。然后在露台上还有一个 BBQ 台子，周末的时候呢，跟朋友小聚，烤肉，吹风，肯定是很爽的一件事儿别忘了拍摄一下整个建筑的外观，这也是设计师下心血的地方本身咱们住的地方就是一件艺术品，你说对不对？拍完片子之后呢，别着急走，背着相机和脚架呢，在附近的街区转转，拍一拍周围的生活环境和生活圈子。其实呢，这也是拍摄环境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大家在买房的时候，不光是买一个能够吃饭睡觉的地方，更多的是买一个生活环境和生活的圈子。比如像这个房子，在这后边有一个巨大的球场，你可以在里边运动。然后呢，另外在亚拉河旁边散步是多美的一个事儿。然后据说这个街区呢，咖啡也是特别好的。你觉得这片子最后剪完了多长时间？我觉得怎么也得10分钟吧。10分钟那是电影，3分钟够了。收工，最后一件事也是大家犯难的事儿，就是怎么报价的问题。有人说房地产卖得越贵，我报价越高，但事实上呢，每个房地产开发商他的预算都是有限的，怎么可以做到合理的报价？这个行业其实报价非常参差不齐，有人按照项目报价，有人按照房间的数量报价，但是我认为最合理的报价方式就是按照时间报价。摄影师的工作呢，一般分成3个部分，一个是工作时间，第二一个呢就是你需要什么样的设备，第三一个呢就是你的工作经验。如果你现在是一个没有经验的摄影师的话，我觉得免费给人拍照呢是一个不得不面对的一个选择当然了，你现在是在积累经验，还有积累客户口碑的时候呢，每个人都有这个经历。当然了，你有一定的工作经验以后呢，你就可以知道拍摄一个项目大概需要多长的时间。
然后根据这个工作的时间呢，再根据它拍摄的复杂的程度，可以估算出它最后的整个的拍摄和后期的工作的时长。在这个工作时长基础上，你再看看这个项目是不是需要一些特殊的设备，比如说是不是需要灯光，需要大量的这个滑轨和这个稳定器拍摄，甚至有一些需要夜里来拍摄、特殊时段拍摄的要求。在所有的这些因素加起来，你的工时，然后你的拍摄的设备，然后算出一个单位的价格，最后呢，你就可以报出一个非常合理的报价了。我知道看节目的里有很多咱们房地产从业者，而且你本身可能也是一个摄影爱好者，你心里肯定想，要不然我自己来拍吧。但是我奉劝您一句啊，最好还是专门的人干专业的事儿。摄影师就是摄影师，房地产市场就是做市场，做销售就是销售，每个人各司其职，这才是整个效率最高效率、最大利润的一种运行的方式。好了，今天呢跟大家聊聊怎么拍摄房地产的一个建议。然后呢，如果大家喜欢我们这期节目，请评论留言，也请大家关注我们这个 Monolights Project 他们做的一个项目，非常有意思的一个项目。感谢收看本期的节目，我是大毛毛文，咱们下期再见。